欢迎收看丹先生股市研究室。近期国发会公布6月份的景气灯号，由红黄灯转为红灯。市场上许多人认为红灯代表经济过热，是泡沫化的前兆，股市将反转。但是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？若依据过去历史数据，台股甚至有机会上看3万点。这个数据又是怎么来的呢？以下请听我一一道来。在讨论为何有机会上3万点前，我们先来讨论景气灯号是什么。景气灯号是一种用来衡量和展示经济状况的指标系统，它通过五颜六色的灯号来表达不同的经济状况。这些灯号就像交通信号灯一样，为投资人提供了一个简单且直观的经济健康状况指示。这个系统是由9个主要经济指标所组成，每个指标代表不同的经济领域，例如工业生产、股市表现、进出口贸易、失业率等。这些指标根据每个月的年成长率变化情况被赋予一定的分数，这些分数累计后决定了当前的景气灯号。而各种颜色的景气灯号分别又代表什么样的经济状况呢？若景气灯号出现绿灯，表示当前景气稳定；红灯表示景气热络；蓝灯表示景气低迷。至于黄红灯及黄蓝灯，二者均为注意灯号，宜密切观察后续景气是否转下。解释完景气灯号是什么后，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在不同景气灯号发生在股市表现又是如何呢？许多投资人担心景气灯号亮红灯会导致股市回调，然而历史数据显示，这种担忧并非总是成立的。过去在不同景气灯号下进场投资台股的未来1年报酬率，会发现在红灯时进场的表现最佳，平均报酬率高达近 40%， 其次是黄红灯时期，报酬率是 34.8%， 超过了蓝灯和黄蓝灯时期的 22.7% 和 20.5%。 令人意外的是，在代表经济稳定的绿灯时进场，未来1年的平均报酬率反而最低，仅有 3.3%。 这个有趣的历史数据显示，景气灯号与交通号志的直觉是相反的，投资人在红灯时反而可以勇敢进场，而在绿灯时则要保持谨慎，停止并观望。从前面的历史数据显示，在红灯时进场，台股的表现优于其他灯号，因此我们进一步分析在不同情境下的红灯进场时的表现。数据显示，若首次从其他灯号转为红灯时进场，持有1年平均报酬率达 65.9%， 持有3年的平均报酬率甚至高达 265.3%， 都优于在任意红灯时进场的平均报酬率，代表刚转为红灯时，经济情况刚开始转热，股市还有很强的续航力。因此，对于投资人来说，首次转红灯不应该被视为退出市场的讯号，反而可能是一次珍贵的进场机会。而今年7月29号公布了6月景气灯号，由红黄灯首次转为红灯。以当日大盘收盘指数22160点来看的话，若大盘未来能比照历史数据，当亮起第一颗红灯进场时，未来1年报酬率 65.9% 的话，指数恐涨到36770点，台股上看3万点将不会是梦哦。且日前公布美国初领失业救济金数据也是远小于预期，说明美国的经济仍然持续成长，消除经济衰退疑虑。经济若持续成长，股市长期仍旧要反映基本面向上。因此，我认为今年7月创下的历史高点最终将会突破。若突破站稳，上档便无压力，我们就可以依据等幅测距算出大盘的涨幅满足点为 29,170 点，也非常接近3万点了。最后，我们来讨论到底台股是否仅小幅修正整理便直接 V 转创新高，亦或是会先打个黄金右脚再向上呢？我一样用历史数据来跟大家讨论。首先，我们来讨论仅小幅修正整理便直接 V 转创新高可能性的理由。第一个理由为，依据历史数据，只要台股出现突发性非经济面利空，导致出现向下重挫走势，融资急速断头，散户退场，台股指数便会急速向上回升并创新高。第二个理由，美国总统选举状况也越来越明朗，
贺锦丽选上总统的几率也越来越高，川普选情甚至急到对贺锦丽人身攻击，民调与贺锦丽差距越来越大，陷入恶性循环。之前大家怕川普若选上总统可能会威胁台湾，因为川普称台湾会抢走美国人晶片生意，要给台湾给保护费。若川普选上，对台积电可能会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，进而造成股市动荡。而川普选上总统的几率已经非常低，等于说选举的不确定因素也越来越少，股市也因此较不容易受到选举因素下跌。再来，我们来讨论打第二只脚的可能性。第一个理由为，依据前2次美国总统选举，10月底刚好就是最佳买点。前2次是如此，这次选举会不会也比照办理，也可以观察一下。第二个理由是，过去3年10月就是波段低点，之后就一路向上走回升行情，已经连续3年都是如此了。今年或许也有机会比照惯性，10月就是波段低点。第三个理由是，第三季向来台股是最弱势的季节，10月平均也都还是会跌 0.5%，11月之后才会开始涨。因此，今年若比照历史数据的话，也有可能10月才落底。综上所述，我认为大盘最终还是会创新高，波段最终涨幅可能也会超乎大家的想象。因此，我认为若空手者大盘有小幅拉回，都可以用金字塔买法承接一些，例如跌了300点买1成股，若再跌300点再买减2成持股。若持股已超过一半的投资朋友，则可以等10月若有机会拉回，可以再伺机逢低加码。毕竟当遇到股市大跌时，现金持有一定比例会是心理安定的最大底气哦。最后，戴先生还是提醒一下投资人，景气灯号只是众多市场指标的一部分，投资人仍应综合考虑其他指标，例如国际消息、总体经济、货币政策、每日大盘3大法人期货、Poker Ratio 值、融资借券等数据，才能做出更加稳健的投资决策。以上内容仅为个人研究分享，并无推荐股票意图，投资人仍应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谢谢大家收看。